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，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玉殿秋落户湖南卫视，青年才俊与才女并非仅谈风月，动荡年代的家国选择才是本剧核心。一部民国剧叫《玉殿秋》，38集，最近在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播。它讲的是个少帅和一个才女的事，但没光顾着谈恋爱。书香门第被人陷害，军政方面势力暗中较劲，还有外国势力掺和进来，家族、立场、感情这些搅在一块儿，不能简单叫它言情剧，也不光是家国戏，就是把民国故事里容易拍俗的那些东西重新折腾了一下。玉殿秋这个剧配置看着挺熟的，军阀家的少爷，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先结婚再谈恋爱，慢慢处出感情来。不过他没光顾着撒糖。叶平君不是那种整天哭哭啼啼等人救的姑娘，她家里是读书人，出了变故以后，被卷进了更大的事情里。这个角色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她看着多温柔，是她脾气硬。好多民国剧里那种才女，演着演着就变成光会读书的恋爱脑了。叶平君这条线不一样，她是一边在局里待着，一边慢慢学会怎么琢磨事。于场轩这个人，不是光会壁咚耍酷的少帅，他手上握着实权，做事很霸道。前面那段用的就是军阀那套手法，先控制住局面，再判断情势，最后压住对方。但乱世里头，一个人要是开始操心另一个人的安危，那他就不会是冷血到底的。这角色要真演活了，观众看的不是他帅不帅，而是他那股强硬劲底下还留着多少分寸。这种设定最容易搞砸的地方，就是演的假。要么少帅演得像偶像剧里的角色，要么那个才女演得像个摆设，没血没肉。从放出来的信息看，编剧明显在绕着这个坑走。再说说这故事最扎人的地方，它最狠的不是那点爱情戏，而是那种家道中落带来的窒息感。很多人看民国剧就爱盯着旗袍、老宅那点东西，车灯一亮，长街回头，就觉得特有味。玉殿秋也套着这些壳子，可真正能勾住人的是叶家那条线。一个读书人家被军队和官府联手使了绊子，家底一下子就不稳了。这个设定为什么天然带劲？他不光讲那个年代的乱，还抓了普通人最怕的事。你本来想安安稳稳过日子，可局面根本不讲道理。这种戏要是写好了，真能扎心。不是豪门抢家产那路数，是读书人的面子给现实一点一点撕破。母亲的稳住家里，女儿的出去跟人周旋，长辈硬撑着一口气。徐帆来演叶家主母，挺对路。她身上有股劲儿，不吵不闹，可压得住事。演这种乱局里的女人，能演出好几个层次来。张丰毅和徐帆不是在撑场，是在压住戏的重量。一部民国剧能不能站稳，不只看年轻演员谈得甜不甜，还得看长辈线有没有厚度。张丰毅演余家长辈，这个选角很讨巧，他一出来不用多说，气场就先到了。那种老派军政人物的沉稳、算计、见过世面的冷静，他很容易立住。尤其这种角色最忌讳脸谱化爱国，一旦喊口号太多，人物就空。张丰毅比较妙的是，他能把手底线演得像一个见惯风浪的人，不是靠台词堆出来。于场轩能有现在的样子，不是靠自己灵光一现，有人在他背后一点点给他立规矩，观众就吃这套。年轻人往前冲，老一辈在后面兜着，门风、家风、世道都从这儿显出来。民国剧这些年有个毛病，嘴上说讲家国，镜头里尽是谈恋爱。
时局再乱，男女主也得在雨里盯着看，炮火都快成摆设了。玉殿丘现在让人看好的地方，是把军政博弈、敌后暗流加进来了。别小看这个，它让整部剧有了骨头。这段戏的背景不是随便画的，时代要是只用来衬托爱情，再好看也轻飘飘的。只有把外面的压力写扎实了，人物的选择才有分量。为什么那句儿女情爱皆是浮萍能一下子戳中你？因为它讲的是真话。局势一乱，感情从来不是最先能保住的，这也是很多人迷民国戏的原因。它自带一种拉扯感，你想爱，可你没法只管爱。5. 程磊穿军装，徐若涵带书卷气，这俩是戏的门面。观众点开第一眼，看的还是人。程磊那身板，穿民国军装真挺合适。军阀少帅这角色，最担心的是穿制服没那种压迫感，撑不起来就光剩摆拍了。现在看外形，他至少不输徐若涵呢，身上那股清冷安静劲儿，像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学生。这角色不用太爆发，就得看着温顺，实际能扛事。再加上王丽坤、张云龙、周洁琼几个配角，陶家千金那条线，从明媚到黑化，也容易出话题。这种角色最像那个时代的人。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乱世里好好长大，有人硬生生被局势拧弯了。这部剧还没播就有人关注，原因不是他又拿民国说事，也不是演员穿军装。现在的观众口味变了，大家不是排斥爱情戏，是烦那种剧情全为恋爱服务的假故事。这几年能引发讨论的剧，都不是光靠组 CP。他的有人物的经历，有家庭的压力，有时代的逼迫，就算是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，也得让人觉得这角色是在生活，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这点东西全塞进去了，塞得多不一定赢，但至少说明他没打算只做个漂亮的民国空壳。拍摄用了140天，在横店、上海、杭州这些地方取景，手工定制的服装有近400套，于帅府的场景也是实景搭的，这些都是面子工程。可最后决定好不好看的，还是里子。能让观众记住的民国戏，从来不是光靠旗袍和拥抱。